在黄海的这个海域，暴风雨说来就来。同一巢的2只幼鸟彼此离散了，在坏天气里各自找寻可以庇护的地方，等着父母带食物回来。这时孤零零的在这儿很危险。这天他们看到许多观光客上岛，吃饭的时候，王征吉和当地的朋友边吃边聊，讨论要如何才能把这个繁殖区管理好。因为我这块就是开发旅游的啊，那么呢，这个黑脸琵鹭的这块应该说是个亮点，能够招揽一些鸟的爱好者、摄影者，但是它也减少了这个滩头的收益。在台湾也有很多的拍鸟的爱好者呀。那么在台湾那边您怎么来？所以游客一到的时候，就先有鸟会来导览。来介绍黑脸琵鹭所有的有关的生态知识，它不会很靠近黑脸琵鹭，不可能。那我觉得应该是要树立起这个2道铁丝网的门，严格的控制。这样的话呢，尽可能的减少，比如说当地的渔民到上山捡那个鸟蛋啦，还有一些这个旅游者，我们看不住的情况下，他也可能会跑上去。还有一些摄影爱好者可能在这个岛子上会干扰黑脸琵鹭的正常生活。是时候了，2只约50天大的小鸟开始练习这辈子第1次的飞翔。一直沿着岩壁走，寻找一个适合起飞的地方。而另一只就在离巢不远的地方一跃而上。启程的时候终于到了，飞离渤海湾，飞越黄海，飞向南方温暖的杜东地，沿着中国海岸线一路向南飞，到了江苏省。放眼望去，是肥沃的农地和中国最后保存的广大湿地。不只是黑皮这样的候鸟栖息在这里，附近的大风保护区是麋鹿的家。中国人把麋鹿称作4不像，它的长相融合了马的头、牛的角、驴子尾巴，还有一对鹿的角。这种动物曾在野外绝种，清朝的时候，英国人把藏在宫廷里的麋鹿带回去人工繁殖，1985年才归还中国。而现在，这里已经富裕出1300只左右的麋鹿。盐城是中国最大的湿地，比整个台湾还长。估计每年有300万的鸟类会飞到这里，而这里也是黑面琵鹭南北往返的重要中途站。根据以往的记录，有些黑皮亚成鸟不再继续飞到北方，就待在这里度夏。这里也是台湾西放的 T-41卫星发报讯号传回来的最后停留点。或许它是跟着黑皮的亚成鸟同伴们一起留在这里吧。
中国沿海城市正在快速发展。在黑皮南北往返的中国沿岸，一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迁徙，正威胁并限缩着他们的栖地。预估未来25年内，中国将有超过3亿人口从农村移居到城市。沿岸的建设与发展，正冲击着候鸟的生存空间。不过，在中国城市化的趋势中，有一个令人欣慰的特例——香港米埔。这片被妥善照顾的湿地，是候鸟的快乐天堂。保护良好的红树林和附近传统的渔温，是黑面琵鹭在台湾之外第2大的渡冬地。超过300只黑皮会在这里过冬，它们和数百种鸟类和平共享这片湿地。但是这一刻却不再平静。天空出现了猛禽，黑皮立刻进入警戒。一边是高楼林立的深圳，一边是寸土寸金的香港。米埔证明了，只要用心，就能守住大自然繁茂的生命力。10月，黑皮开始飞向南方。终于，阔别了7个月，经过4000公里的遥远旅程，台湾的海岸线就在眼前。穿越东亚的核心地区，经过漫长迁徙路程，他们终于平安回来了。未来几个星期，将有超过半数的黑皮会飞回台湾，他们的家。许多人正在焦急地等待他们的归来。不过，有一只却没有回家 ，T41。这只在春天被潘玉洁绑上发报器的黑皮，仍然不见踪影。有时候当然还是会想起 T41，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在哪里。毕竟我们没有他消息也是好几个月了，所以其实还蛮担心他的。或许也只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他而已。也许哪一天，也许香港啊，还是哪里，就会回报给我们他们看到 T41的消息。你真的把一只鸟握在手里的时候，真的是会有一份特别的情感，就像是一个失去联络的朋友一样。所以现在每当我拿起望远镜的时候，就会希望，也许 T41就会出现在我的镜头里，就好像可以跟老朋友重逢一样。接下来的半年，这些鸟会以台湾为家，然后这群勇敢的黑皮会再度飞越海洋与边界，生存、繁衍，同时盼望着再度展翅归来的那一天。